你好，欢迎收看另一集。价格行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交易，因为通过它让您可以只关注真正影响价格的事情，来确定市场下一步会做什么。在这个视频中，我们收集了一些我们发现在市场上实际有效和最有趣的价格行为信号和技术。所以今天我将向您展示如何识别图表上的这些模式及其背后的心理，以及如何利用它们做出明智的交易决策。因此，请点赞并在下面发表评论，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视频。如果您是该频道的新手，请订阅。让我们进入主题吧。身怀六甲，价格行为信号的第一个信号是身怀六甲。想象一下，我们处于一个区间市场，价格被困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它突破并收于阻力位之上，表明买家已经克服了卖家，市场可以继续向上推高。但是，我们如何确保这个突破是有效的，而不是失败的突破或操纵？因为市场很容易回到区间并继续向下推动，所以验证突破的方法之一是等待回调和当价格拒绝这个水平，这就表明价格将会保持。但问题是，这种回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我们可能会失去做多的绝佳交易机会。所以这就是身怀六甲的用武之地。身怀六甲由两个蜡烛组成，第一根蜡烛称为母烛，它很大；第二根蜡烛较小，位于母烛内部。身怀六甲表明市场处于犹豫不决的时期，看涨趋势反映出，在强劲上升趋势后的第二天，多头不会在第二个周期内进一步买入。以小红色蜡烛为代表，如果出现看跌趋势，卖家将不再控制市场。在强劲走势后，绿色小蜡烛会反映出这一点。它如何帮助我们评估突破市场结构的有效性？如果在突破市场结构后行身怀六甲，则表明市场暂时犹豫不决。如果价格打破市场结构，显示买家试图将市场推回到区间内，但他们失败了。因此，这证实了这突破是有效的，并且价格会有更大的机会继续下涨。在这欧元美元图表上，市场已经几次拒绝了这个阻力位，然后市场突破了这个水平，并做出了身怀六甲形态，显示卖家想再次将价格推至该水平底位以下。因此，如果市场突破母蜡烛的最高点，则表明买家处于控制之中，并且此突破有效价格继续上涨的机会较大。现在让我们转向下一个信号，第二个假突破。当价格突破结构水平，但立即回到区间内时，就会发生假突破或突破失败。想象一下，我们处于上升趋势，市场突破阻力位，因此，如果市场回到该区域，阻力位将成为支撑位，我们预计会遭到拒绝。但如果市场直接突破，我们称其为假突破，这表明市场有重大的相反方向动能，并发出可能的方向改变的信号。在新西兰元15分钟图表上，价格最近跌破了该支撑位，因此我们预计该区域将充当阻力位，并拒绝价格下行。但该阻力失败，价格回到显示买盘动力的区间和压力，因此预计价格将继续上涨。另外，如果我们检查1小时时间框架，我们可以看到较高的时间框架方向是看涨，因为价格从周图支撑位反弹和出现双底。通过考虑较高的时间范围看涨和较低的时间范围，我们预计价格将上涨。在黄金15分钟图表上，我们有一个假突破，但这个假突破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在缓解较高时间框架需求区域之后发生的，因此这是短期下降趋势已经结束的双重确认。我们可能会见证逆转，但请记住始终保持耐心。如果交易与您的交易计划不符，您可以随时不做交易。那么，让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信号，第三个双顶和双底入场。双顶或双底是一种流行的 M 型反转形态，给价格行为交易者。每当图表上形成双顶时，它只是表明价格未能成功创造新高，可能是由于动量损失等各种原因，市场结构发生转变，进入更高的时间框架和关键级别等。交易这种模式最保守的方法是等待价格突破颈线来确认反转。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突破颈线后进入市场，我们的止损将会太大。所以，交易这种模式的常见方式是等待价格回落至颈线，并寻找确认蜡烛进场。但如果我们没有回撤，我们也可能会错过交易。所以，这就是我们交易双顶和双底的方式。我们将此模式与618斐波那契回调结合，以在突破颈线后优化我们的交易入场点。
我们将把回调工具放在指标选项卡中，您可以从移动开始到最后，并在618回撤位精确放置我们的卖出订单。然而，当使用回撤工具时，您如何知道这就是走势的结束？答案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您每次放置回撤工具时的情况，但市场决定进一步探索，您应该调整工具，等待最新的走势回调。请记住，如果价格没有回调并且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就不再寻找进场点。同样的概念适用于看跌情况，价格3次拒绝一个水平，并通过突破颈线来完成该模式。我们使用斐波那契回撤工具，并将价格设置在0.618回撤水平，我们的止损将低于波段低点，而我们的目标将是下一个市场结构水平。但重要的是，每个双顶和双底在不知名的地方交易是无效的。最好的交易方法是标记一个更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多次拒绝价格，并等待双顶或双底拒绝较低的时间范围。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希望我们更频繁地制作更多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和在下面评论来支持我们。在欧元美元1小时图表上，我们有一个主要的市场结构水平，最近多次充当支撑和阻力。现在我希望看到市场进入关键结构，然后我们将在较小时间范围寻找双顶反转模式来进入空头。现在让我们放大到这5分钟，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已经形成双顶，突破颈线向下，因此我们将回调工具从走势开始一直放置到结束，并将价格设置在618回调位，我们的止损将高于波段高点。我们的目标价格是前面的下一个水平，使其成为超过1:2的风险比率交易。这设置不限于此技术，您可以使用多种价格行为进行你的进场原因，例如长影线拒绝蜡烛。但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要计算盈亏比并建立交易信心。您应该对多个货币对进行自己的回溯测试。第4个收缩蜡烛。收缩蜡烛是指蜡烛的主体在到达供给或需求区域之前变得越来越小的情况。在图表上，价格出现上涨并反转，出现了关键的阻力位。请注意，当价格接近此位时，蜡烛的实体会变小。蜡烛萎缩背后的心理是，它表明买家动力丧失，导致价格推动的距离缩小。这是一个早期信号，表明买家正在失去控制，价格可能从现在的区域来看会逆转。当伴随着另一种反转形态，如十字星蜡烛或倒转锤头时，该形态效果最好。记住，相同的概念对于看跌情况也有效。第5个动能蜡烛形态。动能蜡烛是一种由2根连续蜡烛组成的形态，其中第2根蜡烛的主体大于第1根蜡烛。该形态背后的心理是，它显示出进入市场的强劲动量，这表明市场将持续现在趋势。请记住，当较大的蜡烛顶部没有长影线时，这种模式效果最好。当市场趋势延续，表明买家一直在推动，直到蜡烛的最后几分钟。在英镑日元1小时图表上，请注意图表上的动能蜡烛模式之后价格如何上涨。这些信号形成的模式不足以作为进场交易，但结合这些概念与其他技术，将有助于创建一个明智的交易决策。第6种上升和下降楔形。楔形形态是一个盘整期，其中价格形成一个凝结结构，可以用2条趋势线来确定。现在它告诉我们关于市场参与者的什么信息？它向我们表明市场没有明确的方向，买家和卖家正在争夺控制权。这就是为什么突破上面或下面趋势线显示哪一方正在控制。突破下降楔形上升趋势表明继续上涨，同样跌破上升楔形，当我们处于下降趋势时，表明价格打算继续下跌。但问题是，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进行交易？因为有时这些突破可能是假突破，价格会回到区间内。现在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个交易机会？在看涨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突破并收于先前市场结构中的下降趋势线之上。这条规则证实了市场有足够的动力推动上涨。在这次突破之后，我们将寻找入场原因并再次买入。入场原因可能是各种价格行为信号。您可以等待价格返回趋势线区域，并等待回测或蜡烛反转模式。在黄金1小时图表上，我们有一个较高时间框架看跌的方向。我们可以识别出这种楔形模式，它显示了一段犹豫不决的时期，然后市场向下突破，表明卖方已取得控制权，也有突破并收盘低于先前的市场结构。这是第2个确认。
现在让我们应用回撤工具，精确的在618斐波那契水平下达卖单。在加拿大日元1小时图表上，我们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盘整期。我们希望建立空头仓。现在让我们放大到较短的时间范围来观察有关价格走势的更多细节。在15分钟图上，我们看到上升楔形形态已经形成，突破该形态向下表明看跌可能持续。第七，结合高质量信号，最好的交易设置是多个高质量信号相互确认的交易设置。为市场方向或潜在价格变动提供稳健可靠的指示。这个例子是高质量交易设置发生的地方，所以让我们分解每一个价格行为信号。首先，这种明显的下降趋势不断形成更低的低点和更低的高点，因此我们会跟大趋势看跌进行交易。第二，我们有一个关键级别的市场结构，最近多次被价格拒绝。第三，我们处于趋势线，近期有多种反应。这是另一个巨大的看跌确认。第四，当价格接近关键水平时，蜡烛正在收缩，显示动量损失。第五，市场形成双顶形态，显示可能出现反转。第六，我们在多重汇合区域有一个长影线蜡烛，显示对该区域的反应。第七，我们有一个吞没动能蜡烛，确认了看跌的压力。所以，让我们来看看所有有利于我们做空头交易设置的重要因素。因此，这是一个高质量的5星级空头交易机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等待高质量的交易，避免低质量的交易是你必须培养的一项重要技能。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一些价值，如果有的话，请点击赞以表示你的支持，和如果您是新人，请订阅我们。下一集见。